朋友送的一颗金担子下山庄，小双杆，杆无太大变化。原来准备去掉一杆玩悬崖，感觉有点牵强，按双斜杆进行培育。说实在的，本来对这个金担子就不看好，来回折腾浪费了不少时间，前2年才最后定型，决定玩一盆临水盆景。今年9月底上盆，赶上秋末生长季，新根已基本形成。金担子适应能力强，从南到北都能养好。玩好金担子，除了要有全日照的环境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要把握好金担子的修剪时机。一是春季修剪，每年的3月左右，在金担子萌芽前对它进行修剪。这个时候给金担子修剪，可以促成金担子新芽萌发。这种芽一般称为发芽，是由上一年夏秋发芽分发形成的。在春季修剪，对一些新发出来的不能用作造型的枝条，要尽早的把它剪掉，同时要摘掉全部的老叶。摘叶可以减少消耗，也可以使新叶变小，增加它的观赏性。到了开花期，要进行一次摘心处理，或剪短生长强势枝，将养分集中供给花的生长，做成果的生成，减少掉果。二是秋季修剪，每年的6至8月份发芽分发期后，要结合金担子的整形，剪掉过长影响造型的枝条，也为孕育春芽及孕育更多的发芽汲取养分。对已成型的枝，剪以疏为主，达到保形控制生长的目的。摘掉老叶，剪掉枝尖，保持盆土偏干，都是控的手段。像这种枝，确定好它的左右侧枝和枝的行走方向，把过长的举枝剪掉。这种枝去枝留弯，枝条形成的拐点显得更加自然，也可以刺激后端萌生新的侧枝。枝干的分叉区是养分比较集中的地方，容易节外生枝。剪掉主枝，整个枝的方向就会发生变化。疏枝修剪的重点在前端，剪掉这些过长过直的枝条，就会使整个枝盘肥缩，把整个枝盘控制在造型的范围内。肥缩枝条也要对直立的顶枝进行修剪，这种枝有生长优势，剪顶枝是最好控制枝条平衡的方法。对金担子修剪，实际上1年4季都可以进行，但春秋这2个阶段的修剪直接关系到金担子的开花结果。修剪也要与吊杂相结合。这个阶段金担子的发芽分发基本完成，枝条相对柔软。这个时候盘杂，枝条半木质化，用稍微粗一点的铝丝，不容易伤皮层。按铝丝长路的方向进行扭动弯曲。盘杂要逐步进行，对枝条的盘杂不一定是从头到尾，把它固定好，对它进行拿弯，再盘杂效果会更好。盘杂和吊拿有很多技巧，需要在操作中多做总结。除了剪杂，在什么时候放盆，也是养好金担子做成开花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我的经验是每年9月底最好。从这个时候到金担子休眠期，大约有2个月的时间。上盆休根，剪掉老根，新根有充足萌发的时间。只有新生的侧根才有更好的吸收能力，这样就为开春后金担子开花结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把过长的老根剪掉，根的吸收能力不在于它的粗和长，主要在新生的侧根上。选一个翻新盆，把它定好型。金担子不择土，透气性好、偏微酸性的土壤就行。这个操作是每个盆景放盆时必须做到的。把它捣实，固定好。盆上好了，浇一次定根水，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无叶蒸发量小，要对它进行控水管理。盆土偏干可更好的促成它的根系生长。像金担子这种开花结果的盆景，我的感觉还是以形为主，
从下山桩到成型有个时间过程，侧重点还是要发在它的造型上。有个基本的造型，再加上红果的点缀，应该会有更深一层的意境。好了，关于金担子盆景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我是山丘浓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